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the CEO of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So this session we will move to the third theme. It's about the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So let me introduce three of the speakers presented. Four of them. Okay, Mashruda, you have to be here. Thank you. So let me introduce first Wang Shufen. She is director Taipei City Branch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So Wang Shufen. She worked at the Garden of Hope for how many years? 15 years already. Yeah. And the second one I will introduce about Li Yuhua. She's director, New Taipei City Branch,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So she also worked at the Garden of Hope how many years? 12. Wow. Oh really? So it's a nice. Also, 你是9月3号到的。Okay, so 12 already years. Okay, and the third one I will introduce from the Hong Kong, Li Shuhua. Yeah, she's a senior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 of the Donghua商院. So it's a Donghua group of a hospital in Hong Kong. She has a master of the social science in applied psychology,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psychology, and bachelor degree of the social work. And she is a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and has a graduate membership of the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Society, emotion focus therapy, right? Therapy practitioner. So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听她的介绍哈。Then we will move to the fourth presenter. She's from Bangladesh and she is the founder of the Nari Muda. It's so hard for me. How do you pronounce? Uduk Kendra. Wow. So you can introduce yourself. Do you know, I know her in Jordan, and she is so wonderful, and she worked for the government for many years, then quit to the NGO. So just work for the women. It's a very wonderful woman. So you will introduce more, talk about. Okay, thank you. So right now, I don't want to talk too much, so I will move to the first presenter, Ms. Wang. She will talk about the independence, the effect of shelter experience on DV victims cases study of the Taipei City Lanxing shelter is a how do I say, facility is built by government, but management by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Welcome to Taiwan. 很高兴在台湾办理这样的国际研讨会哈，因为这样就可以用我熟悉的语言来跟大家分享哈，也会比较顺畅一些。那身为台湾第一个speaker， 所以我觉得需要简短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台湾的一个家保或者是安置服务的一些历史的脉络哈。其实台湾的安置服务当然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哈，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有很多的幼儿园 baby's home， 然后接下来就是少女的中途之家。其实我们今天两个主办单位立新基金会跟善牧基金会，其实都是从少女中途之家开始哈，大概从1985年、1988年开始。那刚刚也汤淑女早上也提到说，在1992年开始，其实在
政府单位就开始跟 NGO 合作来做妇女的一些安置服务，然后一直到1998年，我们整个家暴防治法出来之后，事实上我们整个家暴庇护的一个安置服务就法制化，就成为所谓的法定的服务。那法定的服务就代表我们的经费可以来自于政府。那政府会帮我们疏通各种系统的一些网络的合作，包括警政、包括社政、包括卫政，包括司法的部分，其实都做了很多的一些沟通。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就提到说，其实我刚刚听了一些其他亚洲国家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议题，我真的觉得其实台湾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因为我们台湾非常小。那我们1998年成立之后，其实整个推广下来，我们目前整个妇女庇护的家园已经21所，在整个台湾。但是大家知道台湾非常小，所以事实上21个庇护所几乎就可以在县市当地就可以立即的协助安置。那提到安置庇护所的部分呢，其实它真的是整个网络非常重要的服务，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后送的系统，其实前面的救援或前面的 hotline 那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发挥到最大的成效。对，所以整个庇护在所谓的妇女保护网络里面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因此，在我们这一个 part 的报告里面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整个安置家园的服务的内涵哈。好，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其实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所谓的研究报告。那这个研究报告呢，我们是以一个单一的家园来跟大家做说明。那我这边谈到的是我们台北市，就是我们立新基金会承接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妇女庇护的家园，叫蓝心家园。那我们的一个服务量呢，在去年度2011年，那其实在英文 paper 里面，它的年度是写错的，它是写2001年，事实上应该是2011年。好，我们的服务的统计量呢，我们总共安置了102位。那这102位里面呢，有64位的妇女，然后有38位的儿童，就是随着妇女入住进来的儿童。让结案的部分呢，在去年底结案的总共有85位，那其中有55位是妇女。那我们就发现说，这55个妇女里面呢，她在离园之后，她返回她原本关系的占了45%。那离园后独立生活或者是暂时跟亲友同住，那未来仍然往独立生活的方向迈进的，大概占了55%。因此，这个部分引发了我们的一些好奇。我们很想要问的是说，为什么在安置家园同样接受安置的庇护，但是有一些妇女她选择返回关系，有一些妇女她则选择独立生活？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一个动机哈。那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就我们的去年的统计资料来看呢，我们在整个就是这55位结案的妇女来讲，不管她是离园或返回关系的年龄层，大概都以30到39岁为主。但是我们看不出它的差异性，就是说，其实返回家的也是这个 range 最多，那独立生活的也是这个 range 最多，所以它看不出一些差异性。那我们只能说，我们安置的妇女大概都集中在30到39，可能是我们去年蓝心家园最大的年龄层的一个服务量。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台湾籍的妇女其实独立的比例会比外籍配偶的妇女来得高很多。那其实这个部分还蛮显著的，就是那个差异性很明显。那其实不外乎是台湾籍的妇女拥有的社会资源或者是娘家的系统，其实都会比较丰沛，相对于外籍配偶。所以会发现说，我们外籍配偶很多可能因为他身份的问题，或者是他资源的问题，他还是只能选择返回关系里面哈。好，那因此我们就要探讨说，在家园我们的服务的内涵，其实大概有3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个案管理，那它比较会是在社工的专业服务。
那它提供了很多的法律的咨询、经济的协助。那刚刚也提到陪同服务的部分，包括陪同就医、陪同出庭、返家取物之类的。那另外在家园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模式叫团体工作。那我们办了很多的妇女团体、儿童团体，甚至是彼此的亲子团体。那当然还有所谓的情绪管理或抒压的团体。这边都是在家园里面提供的服务。那当然最重要、最基础的，也就是一个生活的辅导服务。那在这生活辅导服务，就是生活的管理啦、休闲的娱乐啦，还有灵性的关怀。那在这3个大项的服务内涵里面，到底怎么样去帮助一个妇女走向独立？我觉得等一下我们的一个分析报告里面会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哈。因此呢，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就发现说，我们的研究动机就是我们是民国应该讲西元啊哈，就是2001年我们承接了这个蓝心家园的方案。其实我们去年刚满10年，好，那这个是立新第一个妇女庇护的家园。对，那我们立新现在在全台湾已经有6个妇女的庇护所，那全部的庇护所包括儿少之类，共有13个哈，但是在妇女的部分有6个，那蓝心家园是我们的第一个，在10年前哈。那因此我们做了10年，我们很想要了解到底我们的服务对这些妇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她选择脱离关系或独立生活的这个抉择上面，它有了哪些关键性的影响？哈，那包括就是基金会也很认同，主管也非常的认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家园的图片哈，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但是呢，还算是精致优雅这样子。好，接下来，因为我知道大家礼拜3好像要去参访哈，那对。我们另外一个家园也是非常的优雅，这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研究目的，所以我们要看的是我们庇护安置的经验对受暴妇女对个人效能的一个影响。好，包括她是不是自我功能的强化，包括她是不是更能肯定自我啦。好，包括庇护安置的经验对受暴妇女后续处理亲密关系或暴力的影响。以及他选择独立生活的一个影响性。那最后就是希望对我们的庇护安置能够有一些未来发展跟改进的建议哈。好，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研究，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实务性的研究。那我们最主要是除了整理我们自己的实务经验以外，我们也深度访谈了4位，就是在我们这边居住超过3个月，然后离园1年内的。一个选择独立生活的妇女，我们来做一个深度的访谈。但是因为实务工作实在太忙碌了哈，所以我们目前累积大概就是4位妇女的一个深度访谈。那最主要就是谈她们家园生活的一些经验跟影响，然后她们对于独立生活的一个抉择的历程哈，还有她们面临的挑战。因此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其实在研究分析里面跟研究结果里面。研究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受暴妇女事实上要脱离暴力环境的阻碍是多重而且复杂的。其实早上很多的团体都有提到，那其实包括简单来讲，我们如果区分为身心跟所谓的社会因素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会担心他们的暴力行为，相对人或加害人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这是身体的伤害。那心理的影响是，其实他可能。其实这些妇女通常不是单次事件来到我们庇护家园，她们可能都是累积3年、4年，甚至有长到10年、20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会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那个心理因素，其实在这么多年下的一个累积，其实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习得的无助感，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他们也会害怕改变。那甚至我们常在讲，有一些妇女她宁愿要一些负向关系，她也不要没有关系，所以她会持续的留在关系里面，即使她是负向的。对，所以她有很多的心理的一些因素、心理的冲击，影响到她走出来这个部分。那包括所谓的社会因素，就是她的资源不足，她的经济能力可能不够，所以这些都导致她没有办法顺利的走出来。
那因此我们就更好奇说，那我们住在我们家园的妇女，至少有一半的妇女，她未来是有可能走向独立。那走向独立，其实真的可以达到我们原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她们脱离一个暴力的环境。所以我们将重点放在这些走向独立的妇女里面，我们来探讨她们的成功因素，来看看说为什么她们可以走向独立。好，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庇护经验影响妇女走向独立的，我们大概分为内在驱力跟外在动力的部分。一定要有内在驱力，所谓的内在驱力，就是说她一定要有内在的自觉或觉醒，她想要走出来，不然你外在给她提供再多的资源，或者是再多的拉力，其实都拉不出来。好，她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驱力，而这个驱力怎么来？好，我们经过一些访谈跟我们的整理，实务的整理，我们发现说，当她来到庇护家园的时候，她有一个时间，她有一个空间。可以拉开他跟原本家庭的一个距离，那他们可以开始去思考这些亲密暴力的影响。当他们还没有离开家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家里，他们想到的是怎么样子继续维持这个家，怎么样子忍受先生的殴打或先生的辱骂，他为的就是想要这个家就是能够改变这个家。可是当他有机会离开这个家，来到庇护家园的时候，当他把时间跟空间拉开之后，他可以开始去思考，哇，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婚姻的满意度，先生是怎么对待他的，他可以开始有时间有空间去思考。那另外呢，其实在家园里面有很多的会举办很多的妇女团体，那整个妇女团体的重心都 focus 在她自己本身，就是会从他原本对家庭的关注，拉回到他对他自己的关注，让他重新开始对自己的定位跟认同，重新去思考，重新去定位。那这部分都有可能可以加强他的内在驱力，往独立的方向去走。那当然，子女的束缚跟一个支持力，我觉得有时候子女的确会成为妇女独立走出来的一个阻碍，因为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希望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所以还是不要随便离开，只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可是当他发现说，这个家不仅对他自己造成伤害，其实也开始伤害到孩子，包括目睹儿的一些负向的一些行为反应的时候，那他开始觉得不行了，孩子反而不是一个主力，他会变成一个脱离暴力的助力。他为了孩子，妇女有时候为了孩子，他会愿意做出更多的改变。那当然，如果这个妇女她之前曾经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独立生活的经验，或者是她个人的特质，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妇女大学以后可能就住在外面，她有自己独立生活的一些经验，那可能要面对她未来独立生活，可能又会就是更有利哈。那这部分都是她的内在驱力。那其实我等一下提到外在动力的部分，你会发现说，其实内在驱力跟外在动力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他们很难说切割出来说这个部分的因素是属于内在驱力，这个因素是属于外在动力，其实没有，这两个都是相互交错影响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外在动力的一个影响，包括庇护家园的一个本身的机制跟它的一个功能，还有家园管理的这种机制，其实就帮助了他们走向独立。包括一个环境调整的适应，他们等于来到家园，等于是一个新的环境的调整，新的环境的适应，跟他未来要离开他自己的家庭，独立在外生活，也是一个环境的重新适应，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可以重新适应新的环境。那另外，休养生息一个地方，滋养身心灵。我们很多的妇女刚来的时候，起码要睡上1天1夜，就是没有办法做正式的会谈。她可能来的时候，她真的非常的疲惫，她非常的就是需要休息，没有办法还很混乱的时候，她需要休息。那我们的家园是台湾家园几乎都是24小时紧急庇护，所以有时候半夜工作人员很辛苦妆不能化，然后衣服也不能穿得太整齐然后直接 on call 可能就要出去接人了。对，那这是台湾的一个24小时的紧急庇护家园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妇女来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开始可能就是休息，
然后呢，庇护家园的定位就督促他们思考未来的方向，因为每一个妇女进入家园就是为了要离开家园。好，他们都知道说，其实家园只是一个短暂中途的一个庇护机制，所以事实上他们都知道，他们进来不是一劳永逸，不是完全都就是可以永久住下来，这是没有的。其实他们都很清楚，这是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所以他们的进来都是为了再离开。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也帮助他们，督促他们可以思考未来的方向哈。那家园管理也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其实你会发现说，这些妇女虽然有操持家务的经验，可是不见得有操持家务的态度或者是能力。那这个部分有时候会是需要在团体生活里面的家园里面去做一些培养，跟一些就是管理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培养，包括我们有一些妇女，她可能不会烹饪的，她来了之后学会烹饪。他可能不会去理财的，他开始知道要怎么样子省钱，之类的。那另外，当然家园环境一个非常友善跟同侪的支持，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园的一个特色。因为你来到这里，你就会知道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只有你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再来就是家园的资源拓展了生活经验，增加了生命的可能性。这个部分是讲我们很多外配，其实嫁到台湾来，有可能1年2年都没有出过家门，除了带孩子去上学、去买菜，其实很少出去外面有人际的互动跟交流。他们甚至不知道从台北到新北市要怎么去，怎么坐捷运都不晓得。那因为家园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啦，或者是一些交流的那个就是家园的生活，这个部分都可以增加他们拓展他们的一个可能性。好，那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工作人员的支持跟陪伴，还有工作人员的专业协助。其实那个支持跟陪伴，我很难用文字去描述，所以就有一个大的 item 在这里。那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妇女是讲说，其实当她在司法，当她去上法院受挫的时候，她回到家园里面，她知道有人可以给她一个拥抱，那她知道这个家园24小时都有工作人员。都可以立即回应他的需求，即使是半夜2点。好，我的意思是，他们会觉得工作人员的支持跟陪伴，让他觉得他不是孤单，他有人可以靠。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实在很难用文字描述，所以我就大概谈过。那再来就是，当然工作人员的专业协助，最重要是一个生活重建历程引导。因为很多妇女出来之后，她即使她想要独立生活，但是她都不知道，她对未知的那个路，她是害怕，他是不知道的。于是我们就要告诉他，他可能要先解决他的司法问题，还要再来是找工作，储备他的经济能力，再来可能要帮孩子转学，然后换学校，然后另外他要有一些住宿的一个寻找跟安排。就是我觉得这些生活重建历程，因为我们的实务经验，所以我们可以让他知道，其实你的未来就是这样走，好，非常的清楚明确哈。应该还有1分钟吧。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呢，结论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发现庇护服务确实是有效协助受暴妇女脱离暴力的一个环境。其实，在所有的一个保护网络的服务当中，我觉得庇护服务是最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好，最能够协助妇女终止暴力。因此，我们最后的一些建议哈，包括就是提供有意愿走向独立的受暴妇女有一定的适当的庇护期。因为在我们家园，其实从1天到1年都有可能可以居住，但是我们其他县市，我们知道有一些它是强制被要求3个月或1个月。好，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期间都没有办法支撑妇女走向独立之路哈，所以这部分应该要视妇女的一个情况来做一些适当的评估。那另外就是提供受暴妇女生活重建的资源，发展社区多元支持服务、就业服务跟发展多元住宿的资源。最后1页了哈。那多元住宿的资源呢，是说，其实目前我们的庇护家园都还是属于机构式的大型安置，但是很多的妇女不熟悉、不喜欢团体的生活，那或者是他们有时候需求是住宅的服务，而不是人身安全的紧急庇护。我觉得这个部分都需要我们再发展多元的住宿资源。那另外，
外籍配偶的相关的倡议，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好，因为刚刚提到我们有很多身份居留的问题，或者是他资源的问题，其实的确会影响到外配的一些权益，那是我们还要努力的地方。最终就是反思目前庇护所的服务定位。好，那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Thank you, Ms. Wang. We can think about the women want to be independent. It's so difficult. They need many kind of service. Yeah. So